一个人在面对焦虑的状态有6条路可以走了，其中3条路是往外面走，也就是我变成焦虑都是别人害的。那这3条路呢是迷路啊。那我们今天是在讲第2条迷路。这是我们不看更焦虑系列的第4集。今天的主题是强迫行为。那方医师把它定义成焦虑的仪式。有一种轻微焦虑的状态还没有到恐慌的程度但是那种感觉呢，也没有办法让你专心下来，也就是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然后你就跑去上厕所，然后你就跑去洗手，然后你就跑去检查门窗。所以这里有一个心理的3部曲心理的感觉的3部曲，就是我有淡淡的不舒服感，然后产生固定的想法，然后产生固定的做法。淡淡的不舒服，固定的想法，固定的做法，这就是强迫症的流程。我把它叫做焦虑的仪式。那我们一个人呢，产生焦虑的时候也就是你心里面呢，在重复担心同样的事情，甚至有害怕的感觉。那你身体呢，已经变成僵硬，脖子很紧，然后呢，心脏、胸闷、心悸，然后呼吸都变得更不舒服。这一种情况下，你知道说我已经焦虑了。方医师提到一个人在面对焦虑的状态有6条路可以走了，其中3条路是往外面走，也就是外在归因我变成焦虑都是别人害的。那这3条路呢，是不对的路，是错误的路，是找不到回家的路，是迷路这3个迷路分别就是说，第1条路是我还在找敌人，敌人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一直都在找敌人。第2条路就是原来我的焦虑是别人害的。是什么害的呢？是我的尿液害的，是我的细菌害的。第3条路呢，也是回不到家的路，就是我有一个很神秘的敌人。那这个神秘的敌人呢，让我觉得不舒服。那我们今天是在讲第2条迷路，也就是我的焦虑原来是我有不舒服的感觉，我的尿液，我的细菌。那上一集我们提到说面对焦虑的第1条迷路呢，就是否认焦虑也就是说，我这个人没有焦虑的感觉，我不可能焦虑的，我没有焦虑，我只不过是胸闷，我只不过是医生说的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用超音波看到我2间瓣膜脱垂。那因为我得了这些病，所以我才会胸闷的，是我心脏的问题，是医生要解决的。我个人是没有问题的，我是绝对不会焦虑的。所以第1个外在归因呢，就是否认焦虑，把问题呢丢给别人，把问题丢给医生，或者一直在找名医，或者看更多、做更多的检查，来证明呢我得了病，所以我身体才会不舒服。至于我的心理呢是健康正常的。那焦虑的状态的第2个外在归因，也就是第2个迷路，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也就是强迫的行为。那它的主题是这样。我的焦虑呢，来自于有尿意因为憋尿很难过，所以呢，我去上完厕所我就会舒服了。那是因为我的频尿呢，让我感到焦虑的。那我的焦虑本来找不到原因的，被我找到原因了，而这原因这么简单，就是因为我有尿意嘛，所以我去上完厕所，我就马上得到一些舒服的感觉。那比较麻烦的是我每1个小时呢，我都必须要去做这一件事情，甚至去上厕所也没什么尿但是我还是要去上厕所。那我自己认为我这个敏感的膀胱让我感到焦虑。如果今天我没有这个敏感的膀胱，我就不会焦虑了。所以我把问题呢，整个简化成一个敏感的膀胱，这个敏感的膀胱让我焦虑的。那首先呢，我们是先感到焦虑，然后才去找焦虑的原因。就好像我们把箭先射出去，那看是箭射到哪里，我们再在箭射到的地方画个靶，先射箭再画靶。那我问大家，我们到底可不可以莫名其妙的焦虑，没有原因的焦虑？
没有外在原因的焦虑？当然是可以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脑血清素不足，那我们的杏仁核呢就会发威，因为血清素去安定杏仁核的，那就会让你感到自动自发的焦虑。或者是说我们的潜意识呢没有处理好，扫到了过去的创伤，让我感到焦虑。或者是我目前在承担我负担不了的任务，让我感到焦虑。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内在的理由是可以焦虑的，可是我对于这些大脑生理的状态或者潜意识的运作，我都没有去了解它，或者说不容易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呢没有接受这原因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就把这个原因呢找身上或身边最容易引起焦虑的小事情当作引起焦虑的敌人，然后消灭这些敌人，就可以马上减少焦虑了。所以我们设定敌人，消灭敌人呢，就是今天的主题：焦虑的仪式行为。你会发现呢，这个敌人有2个特色。第一个呢，他就是在你身上或身边随手可以找得到的；第二个，他是可以被你消灭的。所以强迫行为就是自己设定了一个简单的敌人，然后消灭这个简单的敌人，而得到一点点舒服轻松的感觉。那身体容易找得到、容易消灭的敌人有哪一些呢？比如说有人每1个小时跑去上厕所，他就觉得我这个不舒服感觉是来自于尿液，甚至有人跑去上大号有便意。那有人会觉得说，我的手上好像有细菌，觉得应该要洗干净，最近又要流行一些肺炎等等的，所以一直不断的去洗手，甚至用酒精去擦拭。那有人会觉得说，比如说他觉得喉咙卡卡的，他一直要去清痰的动作，他觉得喉咙呢不清痰，然后里面有些东西怪怪的，很敏感。那有人会觉得我应该要去检查这些门窗，检查水龙头有没有关好。他把身上跟身边这些小问题他把它放大了，然后当作是现在不舒服的原因。那这些事情到底要不要关心呢？事实上这些事情不大不小本质上它的确会引起一些小小的不舒服但是如果你一旦去关注它、注意它，它就会变成比较大的事情，那成为你大脑过不去的障碍。如果没有先处理这样的事情呢，你好像没有办法进行下一件事情。所以过度的关注使小事情变成大事情。那处理这一件事情呢，就有一个比较大的交易关系就是变成说你不做呢会很不舒服，你过不去做了呢会舒服一下。那为什么我们会过度的关注这些不大不小的小事呢？因为你正在寻找可以解释你大脑里面小小焦虑的敌人。那偶尔你上个厕所疏解一下紧张的情绪也是合理的可是强迫症的病人把它变成一种非做不可的仪式如果不做的话就会点点点点，好像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厄运然后生活会失去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可做可不做的选择，到最后变成必须要做的规定那生活上会出现一系列强迫的规矩，那这些规矩呢，最后会像迷信一样，牢不可破，非做不可。而且如果你有新的压力呢，它会带来更多的焦虑，那你就会去增加这个强迫名单的项目，这名单就会越来越长。你会借由发明新的强迫行为，然后去赚取一些虚拟的安慰。那这些强迫行为的名单就好像那个符咒一样，你以为住在那个贴满符咒的房间会带来安全感，那每次有焦虑，你就会虚拟制造出一个敌人来，那最后这些不得不做的规矩、迷信，一层又一层的呢，形成了一些框框，把你框住所以方医师就把它叫做迷信屋他以为说住在这个迷信屋里面，可以控制很多变数、很多风险，减少不安全。事实上呢，是越来越限制住自己的生活，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面对焦虑的源头，反而不断自己虚拟的敌人，
越来越多，那消灭这些敌人，然后来营造短暂的自欺欺人的安全感。那科学家做了一个研究了，把那个鸽子放在可以控制喂食器的前面，那每次鸽子呢做了某个动作的时候，那科学家呢就故意在那个时候放下一些食物给它吃。那做了5次以后，那鸽子就会发现说，原来做这个动作可以得到食物，连鸽子自己都产生迷信呢。那后来科学家为了消除鸽子这个迷信就故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不给它食物。你知道必须要重复几次才会消除这只鸽子的迷信？要做到大概500次才会消除鸽子的迷信。所以对于鸽子来讲制造迷信呢只要5次，消灭鸽子的迷信呢却要500次。所以强迫行为的名单呢就是迷信的名单。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治疗已经产生强迫行为的强迫症？首先治疗强迫症呢有2个层次。第一个，如何让强迫的行为不要越来越多，也就是那个强迫的名单呢不要再增加了。你不要再增加好几个规矩，好几个框框，让自己寸步难行。第二个层次是如何让已经产生的强迫行为减少或者是消失不见。比如说让已经会去洗手的不要再一直去洗手。那请问各位，你觉得第一项比较容易治疗，还是第二项比较容易治疗？事实上这2项都是非常困难治疗的。但是方医师跟你讲，让强迫行为呢不要再增加，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至于已经产生的强迫行为也就是迷信要去消灭它呢是比较困难的，就跟刚刚那只鸽子一样。那我取那个强迫洗手为例如何帮助已经产生强迫洗手的人？首先第一点，不要和对方去争辩洗手的合理性，因为这样子的争辩呢只会帮助对方想出更多洗手的理由应该在不争辩洗手的合理性情况之下，直接建议就说反正手是要洗的嘛，那你可不可以用洗手液去取代洗手？这样子做呢好像会一步一步的瓦解去洗手的刻板行为因为你的目的是去掉细菌嘛，去掉细菌又不一定直接是洗手，你可以用水龙头洗手你也可以用洗手液洗手。所以把迷信的具体行为呢，具体的操作变得更多元。但是你要把有细菌要洗手的这个迷信破除是很困难的，需要有将近500次理性的面对那事实上强迫洗手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呢是内心出现焦虑的感觉。所以治疗强迫症呢的根本治疗是要去治疗不断出现的小焦虑。如果不是这样子做，今天消灭了洗手，强迫洗手，改天就会出现其他强迫的行为因为他的焦虑感一直都存在的。所以呢，面对强迫症，真正的治疗目标不是洗手，是焦虑。治疗焦虑呢，这个是治疗强迫症的源头。所以安定焦虑可以停止增加强迫行为的名单。至于对于已经存在的强迫行为呢，虽然没有立即的效果，因为他已经迷信了，但是可以鼓励他会用比较理性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强迫行为。因为治疗了焦虑以后他缺少了焦虑的火力资源。好，最后来结论我们产生的焦虑我们面对焦虑的方法不是在外面找敌人，而是在我们自己的过去、现在跟未来做调整。比如说面对过去的创伤利用方医师讲的图像思考法去平衡它。面对自己大脑的生理状态不良可能血清素或多巴胺不足你要吃一些适当的药物来补足那面对未来呢，自己负担的挑战不起、承担不起的任务，那造成过度的焦虑，要去调整它。这3条道路这才是真正面对焦虑的方法。那如果走错道路，不但回不了家，原本的焦虑没有解决还制造新的问题
比如说盖了一个迷信屋啊，那产生一大堆强迫的行为啊，那把自己困在里面。那以上是面对焦虑走错的第二条路的分享，谢谢各位。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